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感触很深啊。都说嫁对人比努力重要，这句话在我们小花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小花，一个来自湖南农村的姑娘，今年28岁，长得那叫一个水灵啊，皮肤白嫩，眼睛大大的，鼻子挺挺的，嘴巴小小的，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的那种美貌。但是呢，这姑娘的命运可不怎么好。她7岁那年，父母离异，母亲改嫁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她，父亲也是外出打工，后来渐渐的了无音信。小花和比她小2岁的妹妹就这样跟着爷爷奶奶相依为命。家里太穷了，穷到什么程度呢？奶奶经常会到村里人家吃完饭后，去收集别人家剩下的菜叶子回来煮汤。爷爷年纪大了，干不了重活，只能在村里帮人家砍砍柴、修修篱笆，换点口粮回来。12岁那年，小花不得不辍学。她还记得那天放学回家，看到奶奶坐在门口哭。原来学校催交学费，家里实在拿不出来了。小花当时就对奶奶说：“奶奶，不要哭，我不读书了，我去赚钱。”就这样，小花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。一开始是在镇上的小餐馆端盘子，后来去了县城的服装店当导购。因为长得漂亮，说话又甜，很快就成了店里的销售冠军。但是这些工作赚的钱还是太少，眼看着妹妹也到了上学的年纪，家里的经济压力更大了。无奈之下，小花来到了省城，开始做一些更能赚钱的工作。她做过 KTV 公主，陪客人唱歌喝酒，做过酒吧气氛组，负责带动现场气氛，也做过擦边主播，在网络平台上唱歌跳舞，甚至还做过按摩女，给客人按摩放松。这些工作确实让她赚到了更多的钱，但同时也让她饱受煎熬。有些客人对她动手动脚，甚至提出过分要求。每当这时，小花都会咬牙坚持自己的底线。她常对自己说，赚钱可以，但绝不出卖自己的身体。虽然每次回家，小花都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和厚厚的一沓现金，但奶奶看着她日渐消瘦的脸庞和眼里的疲惫，总是心疼地说：“花花啊，你不用这么拼命的，奶奶和爷爷能种点菜，够吃就行了。”小花却总是笑着说：“奶奶，我年轻，吃得了苦。现在不拼，以后拿什么养你们？拿什么让妹妹上大学？”小花心里有一句话一直支撑着她：一个人不管你失败还是成功，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做，到老了肯定会后悔。年轻做了，就算到老了失败了，不会后悔。她坚信自己能够逆天改命，也期待有一天能找个好老公改变命运。就在小花感觉人生一片灰暗的时候，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台湾来的大姐美美姐。美美姐是小花的网络主播平台的粉丝，经常在小花直播的时候刷礼物，有时候一个晚上就刷几千块。渐渐的，两人就熟络起来，加了微信私下聊天。美美姐今年35岁，嫁给了一位台湾企业家，生活非常舒适。她告诉小花，自己以前也是大陆农村出身，家境和小花差不多，但10年前通过一个婚介所认识了现在的老公，嫁到了台湾，生活彻底改变了。花花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何必做这些辛苦的工作呢？不如我介绍几个台湾的优质男士给你认识认识，说不定你也能像我一样，找到一个疼你爱你的好老公呢。美美姐这样对小花说。小花心里一动，说实话，她从来没想过要嫁到台湾去。在她的印象中，台湾和大陆比起来，应该是比较落后的。毕竟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说，台湾很穷，还要大陆接济。但美美姐发给她的照片却颠覆了她的认知。美美姐住在台北一套豪华公寓里，客厅比小花整个家都大，家里装修得非常精致，到处都是名牌的家具和电器。美美姐的衣橱里挂满了各种奢侈品牌的衣服和包包，光是鞋子就有好几十双。天啊，美美姐，你这是住在天堂吗？小花忍不住惊叹道。美美姐笑着回答，这在台湾只能算是中上等家庭啦。台湾虽然面积不大，但经济发展得很好，尤其是台北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、科技公司，而且台湾男人普遍很顾家，很疼老婆的。小花更加好奇了，真的吗？我一直以为台湾比大陆落后呢。美美姐哈哈大笑，哎呀，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。现在的台湾社会福利特别好，
医疗保险覆盖面广，看病很便宜，街道整洁，空气清新，到处都是绿化。最重要的是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和谐，大家都很有礼貌，很讲规矩。听了美美姐的这番话，小花心动了。她在大陆这些年，见过太多尔虞我诈，也接触过不少花言巧语却不靠谱的男人。如果能嫁到台湾，找一个真心疼爱她的男人，那该多好啊！美美姐，你说的这些台湾男士，真的会接受我这样的大陆女孩吗？我没什么文化，也没什么钱。小花有些忐忑地问道。当然会。美美姐信心满满地说，台湾男人很多都喜欢大陆女孩子，觉得大陆女孩子漂亮，又懂得体贴人，而且现在两岸通婚已经很普遍了，手续也不复杂，关键是找到合适的人，这个我可以帮你。就这样，在美美姐的鼓励下，小花决定尝试一下跨海相亲。美美姐很快就给她介绍了几位台湾的优质男士。通过视频聊天，小花认识了台湾的阿伟。阿伟今年36岁，在台北有一家科技公司，身高180厘米，长相阳光帅气。最重要的是，阿伟性格特别好，说话温柔体贴，对小花也很有耐心。两人视频聊了几个月，感情逐渐加深。阿伟会在小花生日的时候，让台湾的花店给小花送去99朵玫瑰，也会在小花工作累了的时候，给她点外卖，陪她聊天解压。终于有一天，阿伟通过视频对小花说，花花，我想见你，我想带你来台湾看看，好吗？小花激动得差点跳起来，她立刻答应了，然后兴奋地告诉了奶奶这个消息。奶奶听了之后却皱起了眉头，花花啊，台湾那么远，你一个人去，奶奶不放心啊，万一那个男的不是好人怎么办？小花安慰奶奶说，奶奶别担心，美美姐会在台湾接我的，而且我们先是见面了解，如果不合适我就回来，如果合适，说不定我真的能找到一个好归宿呢。就这样，在阿伟的邀请下，小花第一次踏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。飞机落地后，小花忐忑不安地走出机场，一眼就看到了举着写有他名字的牌子的阿伟和美美姐。阿伟比视频里看起来还要阳光帅气，穿着一身休闲西装，手里捧着一大束鲜花。见到小花后，他激动地走上前，将花束送到小花手中。花花，欢迎你来台湾，你比视频里更漂亮。小花羞涩地接过花束，突然感觉自己像是童话里的灰姑娘，遇到了命中注定的王子。美美姐热情地拥抱了小花，花花，终于见面了，这几天你就住我家，我带你好好逛逛台北。离开机场后，阿伟开车带着他们一路行驶在台北的街头，小花趴在车窗上，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的景色。台北的街道整洁干净，两旁绿树成荫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霓虹灯闪烁，路上的车辆井然有序，没有人乱按喇叭，也没有人乱穿马路。哇，这里真美啊，比我想象的还要现代化。小花由衷地感叹道。美美姐笑着说，台北的市容管理很严格，大家的公德心也很强。你看那边，路口都有专门的垃圾分类桶，大家都会自觉地把垃圾分类投放。阿伟也补充道，台湾虽然面积不大，但科技和文化发展都很不错，我们重视环保和生活品质，所以你会发现这里的空气很好，街道很干净。当车子驶入美美姐所住的高级住宅区时，小花更是惊讶的合不拢嘴。整个小区绿化覆盖率很高，有喷泉、花园和儿童游乐设施。小区的保安系统非常严密，进出都需要刷卡。最让小花震撼的是美美姐的家，电梯直达入户，一进门就是宽敞明亮的客厅，落地窗外是台北市的全景。客厅里的家具都是进口的高档品牌，厨房里的电器一应俱全，主卧的衣帽间比小花在农村的整个房间还大。美美姐，你这是住在皇宫吧？小花忍不住感叹道。美美姐笑着说，哪有那么夸张，这在台北只是中档小区而已。对了，阿伟家比我这里还要好呢，他住在台北最高档的住宅区，家里有花园和游泳池哦。阿伟谦虚地说，我那边就是房子大一点而已，主要是公司近，方便上班，改天带花花去看看。晚上，美美姐的老公谢先生回来了。谢先生是一家电子公司的高管，看起来儒雅绅士。
他热情地欢迎了小花，还特意用普通话和她交流。晚餐非常丰盛，有日式刺身、台式卤肉饭、西式牛排，还有各种新鲜的水果和甜点。酒水也是名贵的红酒和威士忌。饭桌上，谢先生和阿伟聊起了两岸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。小花虽然听不太懂他们谈论的专业话题，但她能感受到台湾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文化的尊重。饭后，美美姐带小花参观了她的衣帽间和首饰收藏，那些名牌包包、高档首饰、定制衣服，每一件都价值不菲。美美姐，你这辈子值了！小花由衷地感叹道。美美姐听了小花的感叹，微微一笑，轻轻拍了拍她的手，花花，我能有今天，还不是因为嫁对了人。谢先生虽然比我大10岁，但对我特别好，从来不会因为我是大陆人而看不起我。我们在一起10年了，他从来没红过脸，更没打过我，骂过我，每个月给我5万台币的零花钱，所有家务都有佣人做，我就负责打扮漂亮，陪他出席各种场合就可以了。真的假的？台湾男人都这么好啊？小花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简直不敢相信。美美姐笑着说，当然不是所有台湾男人都这样，但确实普遍比较尊重女性。台湾社会很早就推广男女平等了，女性地位比较高，而且台湾男人大多比较细心，会照顾女生的感受。你看谢先生，每次我生日，他都会精心策划惊喜，就算工作再忙，也会亲自陪我过节。平时我想买什么，他很少拒绝，只会说你开心就好。听着美美姐的描述，小花不由得想起了她在大陆接触过的那些男人，有的花言巧语，却只是想占便宜；有的看似体贴，却经不起金钱的考验；还有的表面光鲜，私底下却家暴成性。相比之下，台湾男人似乎更懂得尊重和珍惜女性。那阿伟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小花忍不住问道。美美姐神秘地笑了笑，阿伟啊，他可是台北数1数2的黄金单身汉呢，家世好，长相好，事业好，性格也好，最关键的是他特别专一，以前交往过的女朋友没几个都是认真对待的。他妈妈生病的时候，他每天下班都去医院陪床，还亲自喂饭喂药，从来不假手于人。这样的男人在哪里都是稀缺资源啊！小花听得心里直发热，她想起阿伟温柔的眼神和体贴的言行，不禁开始幻想和他在一起的生活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阿伟带着小花和美美姐游览了台北的各大景点，故宫博物院、101大楼、西门町、淡水老街，每到一处，阿伟都会耐心地讲解历史和文化背景，还会贴心地为小花拍照，找最好的角度记录她的美丽瞬间。小花发现，台湾虽然地方不大，但处处都充满了文化气息和生活品质。街头巷尾的小吃摊干净整洁，老板都很有礼貌。公共场所的服务人员总是面带微笑，耐心解答问题，就连公交车司机都会等老人坐稳了才开车。这与小花在大陆的生活经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在她生活的城市，人们总是行色匆匆，彼此之间缺乏信任和尊重，公共场所经常人满为患，服务态度也参差不齐。而在台湾，一切都显得那么有序、和谐。阿伟，台湾人怎么都这么有礼貌啊？小花好奇地问道。阿伟笑着解释，这和我们的教育有关系吧。从小学开始，老师就会教导我们尊重他人，爱护公物，保持环境清洁。这些习惯根深蒂固后，就成了社会共识。当然，台湾也不是十全十美，也有不尊重规则的人，但整体来说，公民素质还是比较高的。在游览期间，阿伟还带小花去了他的家。阿伟住在台北郊区的一栋独立别墅里，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花草，还有一个小型游泳池。房子是日式风格，简约而精致，处处体现着主人的品味。这是我自己设计的，阿伟带着小花参观时说道。虽然可能不如那些豪宅气派，但住起来很舒服。以后如果结婚了，太太喜欢的话，可以重新装修，按她喜欢的风格来。太漂亮了！小花由衷的赞叹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。你自己住这么大的房子，不会觉得空吗？阿伟笑了笑，确实有点空，所以一直想找个伴，一起生活，一起分享。他看着小花的眼睛，轻声说道。小花感觉自己的心跳加速了。
阿伟的眼神太温柔了，让他忍不住想往前走一步，但理智又让他保持着距离，毕竟他们才刚刚见面几天而已。晚上回到美美姐家，小花忍不住给奶奶打了视频电话，想跟她分享这几天的见闻。奶奶，你看，这是美美姐的家。小花兴奋地举着手机，给奶奶展示美美姐豪华的客厅和落地窗外的夜景。奶奶透过手机屏幕看着陌生而奢华的环境，又惊又喜。哎呀，真的假的？这比电视上演的还要气派呀！花花，你在那边过得好吗？那个台湾男孩对你好不好？奶奶，这边真的太好了！小花激动地说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。这里的人都很有礼貌，街道干净整洁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。阿伟对我特别好，带我去了好多地方，还给我买了很多礼物。他有自己的公司，住在大别墅里，条件特别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奶奶欣慰地点点头，只要你过得好，奶奶就放心了。不过奶奶犹豫了一下，你可别被表面的东西迷惑了，要看清楚那个男孩的为人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找个踏实肯干，对你好的才是最重要的。奶奶，阿伟真的很好。小花擦了擦眼泪，他不仅有钱，人也特别温柔体贴，你知道吗？他妈妈生病的时候，他每天都去医院陪床，亲自照顾，这样的人肯定不会亏待老婆的。那你是打算和他发展下去？奶奶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小花点点头，眼泪又涌了出来。奶奶，我真的好想嫁来台湾啊，这里的生活太好了，比我在大陆打拼10年、20年都强。我如果能嫁给阿伟，不仅自己能过上好日子，还能接你们过来住，让妹妹也过来读书。电话那头，奶奶也湿了眼眶。花花啊，你受苦了。这些年，你为了家里辛苦打拼，奶奶心里都明白。如果你真的能找到一个好归宿，奶奶和爷爷都会祝福你的。挂断电话后，小花躺在美美姐家的客房里，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台湾的一切对她来说就像一场梦。第二天一早，美美姐敲开了小花的房门，花花，快起床，阿伟9点要来接我们去野柳地质公园呢。小花赶紧起床梳洗，今天是她在台湾的最后一天了，明天就要回大陆了。这几天的经历让她对台湾、对阿伟都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向往。阿伟准时到来，他今天穿着一身休闲装，看起来年轻阳光。见到小花，他的眼睛一亮，花花，今天特别漂亮。小花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她今天特意化了淡妆，穿上了阿伟前天送她的那件淡粉色连衣裙。一行人开车前往野柳地质公园。路上，阿伟和小花聊起了两人的未来。花花，这几天和你相处下来，我越来越确定，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。阿伟真诚地说道，我知道跨海恋情不容易，但我愿意等你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先去大陆见见你的爷爷奶奶，然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。小花心中一暖，阿伟，我也很喜欢你，但是我怕我配不上你。我没读过多少书，也没什么工作技能，来台湾后可能找不到好工作。阿伟坚定地摇摇头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彼此喜欢，能一起生活。你如果想工作，可以来我公司帮忙，如果不想工作，在家相夫教子也很好，我不在乎这些。听了阿伟的话，小花的心中充满了感动和希望。这几天在台湾的所见所闻，让她对未来有了全新的憧憬。她不再是那个在大陆城市里挣扎求生的小女孩，而是可能成为一个幸福的台湾媳妇，过上有尊严、有品质的生活。野柳地质公园的奇石异景让小花惊叹不已。阿伟耐心地为她讲解每一处景点的行程原理，还不时地为她拍照留念。中午，他们在一家海鲜餐厅用餐，台湾的海鲜新鲜美味，做法也很讲究。吃完饭后，阿伟带着小花和美美姐去了附近的一个小渔村，那里有一条老街，售卖各种海产品和手工艺品。阿伟买了一对贝壳做成的情侣手链，一只戴在自己手上，另一只给了小花，这是当地的传统。据说戴上这个手链的情侣会像贝壳一样紧紧相依，永不分离。小花开心地戴上手链，心里甜滋滋的。下午，他们沿着海边漫步，海风轻拂，阳光温柔。小花忍不住脱下鞋子，光着脚丫踩在细软的沙滩上，好舒服啊！小花欢呼着，像个孩子一样在海边奔跑。阿伟在一旁微笑着看着她，眼中满是宠溺。
美美姐则悄悄地走开，给两人留出了空间。花花阿伟走到小花身边，轻声说道：“明天你就要回去了，我会很想你的。”小花停下脚步，看着阿伟：“我也会想你的。”阿伟深吸一口气，似乎在鼓起勇气。花花，我知道这可能有点突然，但是我想认真的和你交往。这几天相处下来，我越来越确定，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。你温柔、善良、懂事，虽然吃过苦，但没有变得世故刻薄。我喜欢你的真诚和坚强。小花的心跳加速，脸颊发烫。阿伟，我也很喜欢你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男人，温柔、体贴、有责任心，但是我怕我配不上你。阿伟握住小花的手，别这么说，在爱情面前，没有配不配得上，只有喜欢不喜欢。我喜欢你，这就足够了。如果你愿意，我想去大陆见见你的爷爷奶奶，正式向他们提亲。小花惊讶地看着阿伟，你是认真的吗？阿伟点点头，眼神坚定，当然是认真的。我已经36岁了，不想再玩游戏，我想找一个真心相爱的人，组建家庭，共度余生。花花，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小花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她从未想过自己这样一个农村出身、没什么文化的女孩，竟能得到这样一个优秀男人的青睐。这几天在台湾的所见所闻，已经彻底颠覆了她对生活的认知，而阿伟的真诚告白，更是让她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未来。阿伟，我愿意。小花擦干眼泪，坚定地说道：“我愿意和你交往，也愿意嫁来台湾。但是我想先回去告诉爷爷奶奶，让他们放心。”阿伟开心地点点头，当然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等你回去安排好一切，我就去大陆见你的家人。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我是真心爱你的。晚上回到美美姐家，小花迫不及待地又给奶奶打了电话，告诉她和阿伟的进展。奶奶，阿伟说要和我认真交往，还说要去大陆见您和爷爷呢。小花激动地说道。奶奶听了又惊又喜，真的啊？那太好了。不过花花啊，你可要想清楚，嫁到台湾去，离家那么远，语言文化也有差异，你适应得了吗？小花坚定地说，奶奶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台湾的生活环境真的太好了，比我在大陆打拼10年都强，而且阿伟是真的很好，很疼我，我如果嫁给他，不仅自己能过上好日子，还能让您和爷爷、妹妹都过得更好。奶奶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，花花，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这些年你为了家里辛苦打拼，奶奶心里都明白，如果你真的能找到一个好归宿，奶奶和爷爷都会祝福你的。只是什么？奶奶？小花问道。只是啊，奶奶舍不得你。奶奶的声音哽咽了。你要是嫁到台湾去，奶奶以后见你的机会就少了。听到奶奶的话，小花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奶奶，您别担心，我嫁过来后会经常回去看您和爷爷的。等我在台湾站稳脚跟，我就接您和爷爷过来住。台湾的医疗条件好，您和爷爷的身体也能得到更好的照顾。电话那头，奶奶抹着眼泪说，好，你有这份心，奶奶就满足了。你放心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吧，奶奶和爷爷都会支持你的。挂断电话后，小花久久不能平静，她想起自己这些年的辛酸历程，想起那些在 KTV、酒吧度过的不堪夜晚，想起那些对她动手动脚的客人，所有的一切都让她更加坚定了嫁到台湾来的决心。次日一早，阿伟来接小花去机场，临别前，他紧紧地拥抱了小花。花花，我会很快去大陆找你的。这段时间，我们每天视频，好吗？小花点点头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阿伟的怀抱，转身走进了安检通道。回到大陆后，小花立刻辞去了原来的工作，回到了湖南老家。她把在台湾的所见所闻详细地讲给了爷爷奶奶和妹妹听，还展示了阿伟送给她的礼物和照片。1个月后，阿伟如约而至，他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来到了小花的老家。看到小花家简陋的土房子和家徒四壁的生活环境，阿伟没有流露出一丝嫌弃，反而更加怜惜小花。他用并不流利但诚恳的普通话向小花的爷爷奶奶表达了自己的心意。爷爷奶奶，我很爱花花，想娶她到台湾去，我会好好照顾她，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您们如果担心，随时可以来台湾看望我们。爷爷奶奶看到阿伟的真诚，再加上小花的极力推荐，终于点头同意了两人的婚事。就这样，
3个月后，小花和阿伟在台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美美姐作为证婚人，见证了这段跨海恋情的美满结局。婚后，小花很快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她学习了闽南语，结交了新朋友，还在阿伟的公司帮忙处理一些行政工作。每年，她都会回大陆看望爷爷奶奶，给他们带去各种台湾特产和红包。她还资助妹妹去了大学，让她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。5年后，小花和阿伟生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，他们的家庭幸福美满，生活无忧无虑。每当小花回想起自己从湖南农村到台北豪宅的人生转变，都会感慨万千。她常对美美姐说：“姐，我真的很感谢你，如果不是你介绍阿伟给我，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生活。”美美姐总是笑着回答：“傻丫头，这都是你的福气。你看，两岸通婚这么多，哪个不是各取所需呢？台湾男人需要一个体贴顾家的妻子，大陆女孩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丈夫，大家互相成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的确，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密切，越来越多的大陆女孩像小花一样嫁到了台湾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她们或许来自不同的背景，有着不同的故事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通过婚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，更是一个关于希望和勇气的故事。小花敢于走出舒适区，敢于追求更好的生活，最终得到了幸福的回报。正如小花常说的那句话，一个人不管你失败还是成功，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做，到老了肯定会后悔。年轻做了，就算到老了失败了，不会后悔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是丽姐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记住，缘分是可遇不可求的，但机会是可以创造的。下期再见。